在1815年，坦博拉火山的爆发让世界上的许多地方都陷入了黑暗，也开始了后来被称作无夏之年的昏暗时期。所以当 Mary and Percy Shelley 到蓬莱湖湖旁的 Baron 家时，他们只能主要在室内度假。为了娱乐大家， Baron 给他的文人好友们提出了一个挑战，谁能写出最让人背后发凉的鬼故事呢？这个挑战给了18岁的 Mary 一个新主意。在接下来的几个月时间里，他打造出了科学怪人的故事。大部分人也许会把它想象成一个绿色发出恶心叫声的身影，但是那可不是 Mary Shelley 心中的怪兽。事实上，在书中，科学怪人指的是一位无名的怪兽制造者维克多·弗兰肯斯坦博士。创造者和被创造者之间的挣扎是如此的紧张，以至于两者在我们的想象中已经合二为一了。在你读或者重温原文之前，还有些其他有助于你了解科学怪人的事情，以及它的多重含义是怎么来的。这本书讲述了弗兰肯斯坦博士一次关于延长生命和长生不老的失败的探索。他用已死物质的不同部分来组建他的怪兽，然后再把它通电，让它成为一个有意识的存在。然而就在他快要完成这项任务之前，他被试验的结果惊吓到，然后逃走了。但是时间与空间不足以流放这被抛弃的怪兽，于是故事情节变成了他们两者之间的惊悚博弈。Shelley 给了他这个篝火边的鬼故事一个副标题：当代普罗米修斯。这引用了希腊神话中宙斯之子、众神之一的普罗米修斯从神界偷偷把火种给人类的故事。这给了人类知识和力量，但是因为改变了当时的现状，普罗米修斯被锁在一块巨石上，永久地供秃鹫吃他的肉。普罗米修斯在18世纪浪漫时期的文学里经历过了一次重生。Shelley 显然是一个浪漫主义者，渗透了浪漫主义运动中对自然、感情、艺术之纯粹的欣赏。在 Mary 发表《科学怪人》的2年后， Percy 将普罗米修斯的悲剧重现在了他的抒情戏剧《被释放的普罗米修斯》中。浪漫主义艺术者们引用古代神话表现出较之现代社会、古代世界的纯粹。他们通常带着怀疑的角度看待科学。科学怪人是最先关于人工智能的几个发人深省的故事之一。对 Shelley 来说，恐惧并不来自于超自然，而来自于一个实验室，并且哥特式手法贯穿在整部作品。哥特类型以不安、诡异的场景、怪诞和对被遗忘的恐惧而著名。所有的这些元素都有体现在科学怪人中。但是这部恐怖小说也有作者个人创伤的痕迹。这本书到处充满了对 Shelley 自己的处境的隐喻。出生于1797年， Mary 是 William Godwin 和 Mary Wollstonecraft 的孩子，父母两人都是激进的知识分子。他母亲的书《为女权辩护》是女权主义的关键书籍。但是遗憾的是，他死于 Mary 出生时引起的并发症。母亲的死一直困惑着 Mary， 之后他自己也经历了生育中的问题。她在16岁和 Percy 私奔后就怀了孕，可是她的孩子在出生后不久就夭折了。在接下来的4次怀孕经历中，只有1个孩子存活了下来。有些评论家把这一悲剧与科学怪人的主题联系了起来。Shelley 将新生描绘成创新与毁灭，怪兽也变成了一个自然生命循环中被摧毁的照应。所以怪兽象征了弗兰肯斯坦博士在追求荣耀的道路上对自然的摧毁，这就造成了他的致命缺陷或悲剧性的弱点。他的过度操控欲在这个句子里被很清楚地体现。生与死对我来说是最理想的应该打破的第一个界限，然后把光的激流倒入我们黑暗的世界中。虽然他完成了令人敬畏的事情，他同时也在他自己的道德方面冒了险。这样的决定在整本小说中呼应，并用了许多火的影像和光与暗的对比。这样子的时刻不仅仅暗示了普罗米修斯之火的光辉，也揭示了激进想法在揭开生活黑暗面的力量。确保您订阅了这个频道，这样你就不会错过学习新鲜玩意儿的机会。